我以着豪门贾少爷的身份欺负了云家小公主10几年，他非但不恨我，还说留学回来就嫁我。谁知他刚出国，我的身份就被曝光，当天被赶出石家。直到甄少爷11生日宴当天，回国的云溪当场告白要嫁给石家少爷，可下一秒他笑容瞬间凝固了。不是，你是谁啊？10号他人呢？靠北，我正在夜市卖烤肠呢。看着眼前一身高定、美的令人发指的小公主，跟整个夜市都显得格格不入。10号，他疑惑地看着我，我抬头瞄了一眼，心中毫无波澜。小公举回来了。随后继续低头熟练地翻烤着烤肠，这回很忙，没空叙旧，你稍等会。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，大喊一声10号，我头都没抬。烤肠3块1根，10块钱3根，你要几根？云溪沉默了2秒半，最后憋出一句话：你这是真淀粉吧？我要2根。2分钟后，我和他一起蹲在摊位后面吃淀粉肠。从小到大养尊处优的小公主，大概是没吃过这种便宜东西，咬了一口后，眉头立马就皱了起来。但对上我的目光后，她还是乖乖咽了下去，委屈巴巴的。而我则是3、2口飞快吃完了1根淀粉肠，又要转身去继续奋斗。10号，他又叫了我一声，我转头看着他，干嘛？他认真的看着我，我去你家找你，你不在。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离开石家了来着。我想了想，又问道：见到11了吧？他帅吗？云溪微微皱眉，从小到大的受到的教养让他说不出贬低别人的话来，于是瘪嘴道：还行吧，但是没你帅。我点了点头，那行，你记住了，他才是真正的石家大少爷，那个原本应该和你一起长大的人。这些年他过得很艰难，好不容易才回到石家，你要对他好点，至少不要再因为我和他结仇，这样也就不会落得那样的结局。说完，我转身就想走，没转动。我无奈了，又怎么了？小公主，你说过等我回来，你就答应做我男朋友的。云溪拽着我的胳膊，眨了眨眼，眼眶瞬间就红了，像个受了委屈的小狗。还算数吗？我这才回想起来，当年云溪不愿意出国，我为了哄她，好像是承诺过一些条件。我和云溪从小青梅竹马，我仗着这个身份欺负了她10几年，堂堂云家的小公主，豪门圈里金字塔顶尖的存在，却偏偏在我面前唯命是从。那时的我早已把云溪当做了我的所有物，可谁又能想到，不过短短2年，我和她之间的差距已经是天上地下。不过这已经是我早就料到的结局了，不算了。我出手拿开了她拽着我的手，对上她仿佛下一秒就快哭出来的眼神后，我垂下眼，云溪，咱俩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对等了，所以这一次你要好好的。上一世我的结局很惨，从11回到石家的那天起，我就像着了魔一样热衷于和他作对，仗着云家小公主青梅竹马的身份，我想方设法给她使绊子，最后落得众叛亲离，被忍无可忍的石家人联手送进了精神病院。而11亿则是从单纯少年逆袭成为了石家的团宠，后来他还主动解除了和云溪的婚约，转头就打脸般的娶了云家那位精明能干的小弟，最后一胎3宝，成为云家掌权人的心尖宠。我与11亿就像是爽文里的对照组，从众星捧月到众叛亲离，仿佛一切都是在走剧情一般。从头到尾，只有云溪一直坚定地站在我身边。他为了我违抗婚约，好几次公开和家中长辈作对，对身为他未婚夫的11亿不假辞色。于是最后，他的继承人之位被抢，从云家的小公主变成了云家的弃子。后来更是在我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天，为了救我遭遇了车祸。他本可以过得很好的，无忧无虑，一生美满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于是重生归来，我毫不犹豫劝说云溪出国留学。又在被戳穿是贾少爷那天，没有再选择跪下来请求石家留下我，而是收了钱之后就麻利的收拾东西走人了。这一次，我所有的狼狈与不堪，我都不想再让云溪看到了。我宁愿我在他心中的形象，永远都是年少时那个张扬又骄傲的时候，那个和他一起长大的小竹马。我换好了工作服，走出了更衣室。今晚的兼职是在一家高档会所当服务员。过去作为石家大少爷，我没少和其他富二代们一起来这儿玩，但是作为服务员来这里，这还是第一次。经理安排我去 VIP 包厢送酒，却没想到推开门的第一眼就看到了11亿。一如前世，他坐在人群中央，一身西装，众星捧月。按照时间线，他现在应该已经适应了豪门生活，靠着单纯善良的性格得到了石家人的认可，是名副其实的石家小少爷。和他旁边坐着的都是一群熟悉的面孔，是我以前的富二代玩伴。我微微皱了皱眉，将头埋低走了进去。原本我只是想低调的送完酒水就走人的，因为我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却不想在转身时被人认了出来。10号，开口的人正好拿着话筒。话音落下，包厢内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朝我看过来。真的是你啊？那人像是看到了什么乐子，轻笑一声：咱们的石大少爷什么时候也这么狼狈了？此言一出，包厢内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。果然，假的就是假的，笑死，他也有今天啊。而那个最先开口的富二代张岩则是凑到了11亿身边说道：你看，阿然，我就说他10号处处不如你，云溪也就是看在青梅竹马的份上才做样子，你放心，等时间久了，他自然会喜欢上你的。11亿朝我这边看了一眼，语气无辜地说道：可是我觉得云溪还是更喜欢他的。闻言，我顿时就明白了，他们是故意的。因为前天生日宴上，云溪当场告白后才发现认错了人，导致11亿成了豪门圈子里的笑话。于是这群人为了讨好11亿，故意来落井下石了，真是幼稚。我在心里嘲讽道，目光却落到了人群中的一个男人身上。我曾经最好的兄弟凌霄，前世在我被发现是贾少爷前，他家里就破产了，卖掉所有房产后才勉强还清了债务，一家人换了一个城市生活。
后来真假少爷事件被爆出来后，我虽然留在了石家，但是零花钱却直接砍半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也还是拿出了一半的零花钱来接济他，帮助他家度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光。只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好兄弟。这一世，他家公司意外得到了一大笔注资，不仅没有破产，2年过去，反而还越发蒸蒸日上，资产直逼石家。然而对上我的目光后，他却有些不自然地往后躲了躲，像是有些心虚，最终却还是没有开口替我说一句话，期望逐渐变成失望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要问他为什么，却发现我根本问不出口。10号，你没事吧？见状，石毅主动走了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不是故意嘲笑你的，一副贴心小白花的模样。按道理，我现在应该不堪受辱地放下手里的酒水，然后转身走人。哎，走什么？你们会所就是这么培训员工的，还不快过来给我倒酒？张岩一副故意找茬的模样，笑得无比得意。没准姐一个心情好，还能给你几千块小费。10号，你现在离开了石家，应该过得很艰难吧？见我不说话，他眼珠一转，更加过分道：正好姐身边还缺个暖床的，我看你也是有点姿色，身材也够带劲的，不如跟了我。眼看着他说的越来越过，包厢内其他人也都纷纷露出了看好戏的神情，只有石毅微微皱了皱眉，正要开口时，砰一声，包厢门被人一脚踹开，姗姗来迟的云溪冷着一张脸，在众人的注视下快步走了进来。他在张岩面前站定，眼神锋利如刀，一字一句咬着牙问道：你刚刚说谁有点姿色？包厢内有那么一瞬的寂静，就连我都有些惊讶了。云溪喜静，以前除非跟着我，不然他是很少来这种地方的。云小姐，张岩没想到云溪会突然出现，顿时吓得腿都软了。我开玩笑呢，在云溪面前，他不敢放肆。云溪歪了歪脑袋，面无表情道：敢对他开玩笑？谁给你的胆子？这时旁边有人来解围，是以前和云溪关系挺好的一个富二代。哎呀，云溪，知道你过去和10号关系好，可是现在他和我们不一样了呀，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，你何必为了他？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云溪打断了。你也知道咱们是一起长大的呀。说着，他看了一眼那个富二代，又环视了包厢内神色各异的一圈人。他做错了什么？是他自己愿意成为贾少爷的吗？他过去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吗？本小姐当宝贝一样捧着的人，你们就是这么作践的？他狠狠皱了皱眉，你们他妈的都有病吧？其实不只是云溪，就连活了2世的我也搞不明白，为什么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们，在得知我的真实身份后，转眼就开始落井下石？为什么曾经说好要做一辈子好兄弟的凌霄，在我最落魄时，却连一句话也不肯替我说？这世界仿佛早就设定好了程序，过去10多年的情分，都在我被发现是贾少爷的那一刻就消失了。从头到尾，只有云溪会一直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所以越是这样，我越是不想让他再掺和进来。可偏偏云溪这人如同脱缰的哈士奇，完全不受控制。包厢内其他人被他骂得一懵，下一秒，气势2米8的云溪转头对上我后，瞬间又怂了。别怕，没骂你。想了想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骂人不对，我知道，是我素质问题，你不要学。余光看到其他人都朝我投来复杂的目光，我嘴角抽了抽，飞快拽着云溪走出了包厢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？闭嘴！直到走到安全通道口，我才转头看着云溪：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啊。他看着我，无辜道：我不是都说了，咱俩现在身份不对等，你不用再跟在我身后了。10号，他打断我的话，眼神认真地看着我，问道：所以过去2年，在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你过的都是这样的生活吗？闻言，我沉默了。10号，我后悔了，我当初不该听你的话出国留学的。他看着我的目光满是心疼，恍惚间让我想起了前世，那时他也是这样看着我，低声说道：10号，我很心疼你。如果说这个世上有谁会毫无保留，永远无条件爱我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云溪。深吸一口气，我轻声说道：云溪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，我会努力的，再次走到你的身边。我在等一个人出现，按照前世的时间线，他今晚会出现在这里和人谈一笔生意，最后被人算计，不小心喝下加了料的酒后，歪打正着的碰上因为被未婚妻冷落而独自买醉的失忆，然后发生了一夜情，再然后就是一胎3宝的甜宠打脸剧情了。我按照前世的记忆守在了楼梯口，没过多久，果不其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然而还没等我有动作，跟在我身后的云溪先出声了：小姨。我正想提醒他，这人日后会是夺走你继承人之位的劲敌，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他。所以你今天来这儿是为了等小姨？云溪震惊地看着我，下一秒眼神里的嫉妒都快溢出来了。他到底哪里比我好了？我瞬间变得面无表情了，而云溪还在继续发酸。好，我承认小姨她确实是风韵犹存，但是她已经30多了，难不成你现在喜欢年纪大的？不是，我和她比差哪了？小姨她已经老了，你还是看看我吧。我伸出手揪住了云溪喋喋不休的嘴，闭嘴，不然杀了。云溪委屈巴巴地点了点头。就这么耽误了一会儿的功夫，云云已经走近了，这下就连云溪都看出了她的不对劲。小姨的脸怎么这么红？这路也走得不对劲，她是不是喝醉了？不是，是被人下药了。我也没想着隐瞒，她被人算计了。什么？云溪小狗震惊。那咱们要去帮她吗？当然。我微微勾唇，去，你上。原本还在担心我一个人要怎么阻止云云这个女人，现在有了云溪就方便多了。云溪接到命令，立马上了。前世被下了药的云云还保留着最后一丝理智，好不容易从包厢里跑了出来，却恰好碰上了醉酒后的失忆，这才天雷勾动地火。但是这一次有了我和云溪半路截胡，云云被云溪找了个房间安置下来。
眼看着云云因为得不到发泄，双目变得赤红，开始疯狂挣扎。云溪直接给她扛到了洗手间，在浴缸里放满冷水后，给人丢了进去。小姨，我也是为你好。她一脸语重心长，你会理解我的吧？回答她的是云云冷得直哆嗦的声音。云溪，你敢？咕噜咕噜，话还没说完，她的脑袋就被云溪一把摁进了冷水里。小姨，你冷静冷静。云云猛地呛了2口冷水，在抬头时气的眉毛都变了形。小丫头片子你，咕噜咕噜，我看你还是不太清醒。云溪遗憾地摇了摇头，然后转头看着我，这里交给我吧，你放心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要下班了吧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虽然云云确实很惨，但是回想起前世的一幕幕，我对她也完全生不起同情心，于是转头便离开了。推开门，冬夜的冷风迎面吹来，瞬间让我脑子清醒了不少。想了想，我拨通了一个电话，是我。顿了顿，我继续说道：通知下去，下周召开股东大会。对面的人有些惊讶，您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突然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失望罢了。抿了抿唇，我继续说道：找人举报凌霄他爸挪用公款，我要在股东大会上罢免他的职位。